最新研究发现，人类大脑中的微塑料累积量惊人，平均可达大脑重量的 0.5% 左右，也就是差不多6到7克塑料。什么概念？大约相当于一把塑料汤勺的重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把这些微塑料都聚在一起，真的能凑出一把搅拌咖啡的塑料勺子。而且这还不是危言耸听的，科学家比较了2016年和2024年的样本，发现短短8年里大脑中的微塑料浓度飙升了 50%。 更夸张的是，大脑里的微塑料含量竟然比肝脏、肾脏高出数十倍，仿佛我们的脑子特别吸塑。难怪有人戏称现代人慢慢都变成了塑料脑。那么这些微塑料和所谓永久化学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又会对大脑和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？简单说，微塑料就是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，甚至包括更微小的奈米塑料，只小于1微米。当我们使用塑料瓶、塑料袋合成纤维衣物时，这些塑料会逐渐分解出细微的颗粒，散布在环境中。别看它们小，无孔不入，我们每天吃的食物、喝的水、呼吸的空气里都可能带着塑料微粒。有研究估计，现代人每周摄入约5克微塑料，相当于吞下1张信用卡。想想看，一年就是52张信用卡往肚里塞，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至于永久化学物质，是指那些在环境中极难分解的人工合成化学品，比如近年常提的 PFAS、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，它们因极度稳定而被称作永远的化学品，广泛用于不粘锅涂层、防水、防油涂料、速食包装、化妆品等。正因为不会分解， PFAS 在环境和生物体内越积越多，几乎人人血液里都能检测出这类物质的踪影。微塑料和 PFAS 这对难兄难弟进入人体后，可不是安安分分待着，它们可能干扰内分泌，让激素乱套，影响生殖和代谢，诱发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，细胞受到持续刺激，老化损伤更快，甚至与某些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联。虽然科学家还在努力弄清它们对健康的全部影响，但有一点很直观，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大脑和身体被怪化学物占领。更棘手的是，大脑似乎对塑料微粒特别情有独钟，因为血脑屏障本该保护我们的大脑免受有害物质入侵，但奈米级的塑料微粒实在太小，小到可以穿过血脑屏障直达脑组织。科学家发现，大脑样本中最多的塑料成分是聚乙烯，常见于塑料袋和食品包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平时用来包装零食和饮料的塑料，最终可能钻进自己脑子里安了家。这些塑料一旦进入脑内，可能引发慢性发炎、免疫反应，甚至干扰神经元的正常运作。有趣但也令人担忧的是，研究还发现失智症、痴呆患者的大脑里微塑料含量更高。这并不代表微塑料一定会导致失智症，但暗示了两者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脑细胞周围充斥着微塑料这种异物，长年累月下来，会不会影响记忆、认知，甚至情绪？虽然还没有定论，但我们谁也不想等到证实害处的那一天才后悔莫及。谈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既然塑料和永久化学品这么可怕，我们不是有回收机制吗？把塑料回收利用不就好了？问题就在这，很多人，包括曾经的我，都以为把用过的保特瓶、塑料袋扔进资源回收桶就万事大吉，这些塑料会变废为宝，循环再生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全球塑料回收率不到 10%， 也就是说10件塑料制品里只有1件真的被回收再利用，其余9件呢，有的被焚烧产生有毒烟雾，有的进了填埋场慢慢渗出污染物，更多的则流入海洋和大自然，最终老化分解成更多微塑料，继续在生态圈里循环。事实上，可回收很多时候只是个美丽的传说，不同塑料材质混杂，回收成本高，技术要求高，导致大部分塑料根本没有厂商愿意回收。那个印在塑料包装上的三角循环符号，更像是一剂让人心安的镇定剂，让我们误以为塑料问题有解，于是放心大胆地消费一次性塑料。这几十年来，塑料生产一路飙升，从未因为回收二字放缓过脚步。可以说，我们多少被回收骗局给忽悠了。
一边是塑料工厂源源不断造新塑料，一边是我们努力分类回收，却收效甚微。结果就是塑料垃圾越积越多，微塑料污染越来越严重。最讽刺的是，我们试图清除塑料污染不成，反而自己成了塑料的储存容器。大脑、肝脏、肾脏，甚至胎盘都检测出了塑料微粒的存在。想想看，我们辛辛苦苦扔垃圾分类，到头来塑料跑到了自家身体里，这简直黑色幽默。面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微塑料和永久化学物质，我们总不能自暴自弃吧？难道要把自己关在无菌室里，不吃不喝才能保平安？别慌，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还不少。从个人层面，对抗塑料侵袭主要有2大招：源头减少塑料暴露和加强身体排毒能力。前者是防守，后者是进攻，两手都要硬，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大脑和身体。首先说防守，也就是尽量减少塑料进入我们体内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做许多小改变来达成这一点。饮用水，远离瓶装水。瓶装水喝起来方便，但它可是微塑料的大户。研究发现，瓶装水中的微塑料含量往往高于自来水，这是因为水在塑料瓶里存放，运输的过程中，塑料不停磨损溶出微粒。与其每天喝塑料水，不如自己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。最理想的是装经过滤的自来水或净水，不仅大幅减少微塑料摄入，还省下一笔买水钱，环保经济两不误。如果担心自来水水质，也可以安装滤水器或购买大容量的桶装水，然后倒入自己的水壶。总之，让玻璃杯、不锈钢杯成为你的喝水好伙伴，跟一次性塑料瓶说再见。厨房用具与炊具。厨房是塑料潜伏的重灾区，比如你用塑料铲子炒菜，铲子在高温油锅中可能释放出微塑料和有害化学物质。用塑料勺子舀热汤，勺子也许正默默溶出塑料分子来调味。建议把厨房里与高温接触的塑料工具都换掉，用木质或硅胶锅铲代替塑料铲，不锈钢或竹制汤勺代替塑料勺。还有塑料砧板，别看它方便好清洗，其实每次切菜都在刮出塑料屑，不妨改用木砧板或竹砧板，既耐用又不会产生微塑料屑。同时注意，我们常用的不粘锅如果涂层刮花或过热，会释放出 PFAS 那类永久化学物质和微粒，你肯定不想每顿菜加点特氟龙佐料吧？所以炒菜时避免干烧空锅，不用钢丝球猛刷不粘锅，或者干脆选择铸铁锅、不锈钢锅、陶瓷锅等传统锅具，稍微花点心思养锅也能做到不粘。而且不用担心吃进塑料涂层，一开始可能不习惯，但想到能少吃点奇怪的化学物，值了。食物加热与储存，很多人微波炉加热食物图方便，用塑料容器或保鲜膜覆盖就叮叮当当转起来了。可你知道吗？这样做会让塑料中的增塑剂、双酚 ABPA 等有害物质跑进食物里，微塑料也会一起加餐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不要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加热，取出食物放到陶瓷或玻璃碗里再加热。盖子可以用陶瓷盘子暂盖，或者使用微波炉专用的玻璃盖。保鲜膜也别进微波炉，高温会让它溶出塑料成分接触食物。如果一定要盖，可以用微波炉专用防油盖，通常是 PP 材质耐高温的，但用之前确认标示可微波或厨房纸巾。储存剩菜时，尽量用玻璃或陶瓷容器代替一次性塑料盒。现在市面上有很好用的玻璃保鲜盒，密封性强又耐热，不管是冰箱冷藏还是微波加热都 OK。一顿美食花心思做好了，千万别让塑料容器坏了菜的品质，甚至坏了健康。婴儿用品，宝宝可是特别容易受到塑料微粒影响的人群。我们常给婴儿用的塑料奶瓶、奶嘴、安抚奶嘴、婴儿餐具等，一旦高温消毒或者装热奶热粥，就可能释放塑料微粒。研究显示，用聚丙烯塑料奶瓶冲泡热奶，有可能每升奶液中释放上百万微塑料。这数字吓人，但父母可以采取措施降低风险。首先，尽量选择玻璃奶瓶或不含 BPA 的安全奶瓶，至少高温时相对稳定。用塑料奶瓶冲奶时，不要用滚烫沸水直接冲泡，先让水稍凉一些再倒入奶瓶，也能减少塑料微粒释放。消毒奶瓶时不要微波高温干烧，按照说明用温和方式消毒。婴儿的奶嘴、咬牙器可以选择医用硅胶或
或天然橡胶材质，少用 PVC 等含增塑剂的材质。给宝宝买玩具也尽量挑选大品牌，材质安全的，即使啃咬也不易掉碎屑的那种。总之，宝宝接触的塑料越少越好，能用天然材料就用天然的。这样做或许麻烦一点，但想到能让孩子少吃点塑料长大，怎么做都值得。清洁用品与个人护理，想不到吧？洗脸洗澡也可能接触微塑料，一些廉价磨砂洗面乳、沐浴乳过去常添加塑料微珠来去角质，虽然现在很多地方禁用了，但难保没遗漏。挑选洗护产品时，看一下成分表，避开含有聚乙烯 PE 或聚丙烯 PP 微粒的产品。如果想磨砂，用天然的杏核粉、咖啡渣这类替代品更安心。洗衣服的时候，我们的聚酯、尼龙等化纤衣物每次都在掉落塑料纤维，这些细微纤维会随废水进入河流海洋，被水生生物吃下，再进入食物链，最后又回到我们餐桌上。减少这种隐形塑料的方法包括尽量购买耐穿的衣服，减少洗涤频率，不是要你穿脏衣服，而是别动不动洗没怎么脏的衣服，或者使用洗衣机滤网没洗衣球配件，捕捉部分微纤维。如果觉得麻烦，那至少多买天然纤维衣物，棉、麻、丝、毛，少买完全合成的衣服，也算间接减塑了。清洁用具方面，厨房的塑料百洁布、洗碗海绵，用久了也会磨出碎屑，不妨改用天然植物纤维的刷子或海绵。即使是扫地拖地，用的静电除尘纸也是塑料制的，可以考虑用可重复使用的扫地拖把垫或静电拖把替代。生活中这些小细节留意一下就能找到减少塑料的妙招。牙线与卫生棉条，说到个人护理用品，这两样可算意料之外的塑料来源。牙线其实多数是尼龙等塑料纤维制成，而且很多牙线还涂有一层蜡或 PFAS 化学物，让它更滑更容易使用。PFAS， 对，就是前面到的永久化学物质，不少牙线中都有它的身影。每天在嘴里用涂了 PFAS 的塑料线摩擦，这画面想想就让人牙酸。建议可以选择不含 PFAS 涂层的牙线，有些产品标明无氟，或者干脆升级，用冲牙器、水牙线。水柱冲洗牙缝，清洁效果不比牙线差，还没有塑料残留一劳永逸。再来是卫生棉条和卫生棉，许多传统卫生棉条含有人造纤维和塑料，比如塑料的推入管或棉条上的粘合纤维，卫生棉垫则常常有塑料底膜和塑料纤维加强吸收。长期使用下来，身体难免接触和吸收一些塑料相关化学物。解决办法是选择有机纯棉的卫生棉条和卫生棉，不含染料和塑料成分，对敏感部位更温和。或者可以尝试月经杯和月经内裤这类新潮环保产品。月经杯由医疗级硅胶制成，可反复使用多年，不会释放有害物。月经内裤则是特材质，可重复清洗使用，也大大减少一次性垃圾。使用这些产品不仅减少了塑料暴露，还为环境尽了一份心，一举两得。看完以上这串防守指南，可能有人要说了，照你这么讲，我是不是从此要跟塑料绝缘，过回原始人生活啊？别误会，现代生活完全不碰塑料几乎不可能，我们只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塑料暴露。一开始改变习惯确实需要毅力，比如不买瓶装水就得自己每天准备水，刚开始可能会忘记，用玻璃饭盒带午餐会比塑料袋沉一点，改用月经杯需要学习适应，但当这些成为习惯，就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难。而且当身边朋友同事看到你这样做，说不定也会跟进，一起减速，影响更大呢。防守讲完，该说进攻了。就算我们千防万防，还是难免已经吃下吸入了不少微塑料和永久化学物质，那怎么办？幸好我们的身体有自己的排毒机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加强排毒，把侵入的塑料微粒赶出去。首先，大脑其实自带清洁系统，学名叫类淋巴系统 Glymphatic System， 是科学家近年才发现的大脑排毒渠道。简单说，我们的大脑在熟睡时会启动一套垃圾清理程序，脑脊液在脑组织里流动，就像给大脑来个 SPA 水疗，把一天累积的代谢废物冲刷带走。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深度睡眠时段，也就是你睡得最沉，做梦都不记得的时候。
有人打趣说，睡着流口水时，正是脑子洗澡最卖力的时候。科学实验证实，睡眠不足或睡眠品质差会导致大脑中清除废物，例如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效率下降。所以要想大脑帮你排出微塑料等毒素，保证充足而高品质的睡眠是关键。试着养成规律的作息，每晚睡满7到8小时，尽量早点上床，睡前避免玩手机和平板，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昏暗的睡眠环境，这样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，让脑内的清道夫细胞和脑脊液有机会大干一场，把藏在脑缝缝里的垃圾都冲走。有人可能觉得熬夜没啥大不了，但想到熬夜后脑子里垃圾围成堆，微塑料在那儿蹦迪，就足以督促自己乖乖去睡了吧。总之，别亏待你的睡眠，因为那是大脑排毒的黄金时间。除了睡觉，大脑和全身细胞还有一个厉害的自我清洁功能，叫做自噬 autophagy。 自噬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自己吃自己，听着有点吓人，其实是细胞在特定条件下启动自我回收模式。当我们处于饥饿状态时，身体没外部能量供应，细胞就会开始分解自身一些损坏的胞器或蛋白质来获取能量，同时清理掉细胞内的垃圾。可以把自噬想象成细胞派出的小小清道夫，把平时累积的废料、毒素甚至病菌残渣打包处理掉，既节约能量又维护了细胞健康。那如何启动自噬呢？关键就在间歇性断食。研究表明，当进食超过一定小时数，通常16到18小时以上，体内自噬过程会明显增强。很多人可能听过168断食法，每天16小时不进食，只在8小时窗口进食，这就是利用自噬来促进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如果能偶尔进行18到24小时的较长时间断食，自噬效果会更明显。一些激进一点的做法是每周挑一天只喝水不吃饭，让身体彻底清一清。但断食并不是要你硬撑饿肚子，搞得头晕眼花，要量力而行，循序渐进。初学者可以从延迟早餐或提前晚餐开始，例如晚上7点吃完饭，第二天中午再吃，这样就有17小时左右的空窗期了。期间多喝水、茶或黑咖啡，不加糖奶，补充水分。感觉实在饿，可以一点点坚果顶一下。等身体习惯了，可以偶尔尝试更长时间。但孕妇、糖尿病患者或特殊疾病人群不建议随便断食。普通人也不要过度频繁断食，保持营养均衡同样重要。我自己体验下来，适度的间歇性断食不仅让肠胃休息，精神也变好了一些。也许因为身体在吃掉垃圾后变得更高效了吧。更妙的是，自噬不只对付一般细胞垃圾，也有科学家推测它能帮助清理细胞内一些异常颗粒，或许对降解吞入的微塑料微粒有间接帮助。虽然微塑料本身难分解，但自噬能减轻它们对细胞的损伤。总之，间歇性断食加自噬可以被视为体内的一次大扫除，配合良好睡眠，内外夹击，给那些藏在体内的塑料来个下马威。在身体排毒方面，我们还可以借助饮食和营养补充来助一臂之力。毕竟，身体的解毒工厂主要是肝脏，而肝脏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营养支持。其中，抗氧化剂和含硫营养是2大法宝。首先要提的就是高硫食物。这类食物虽然吃完口气可能不那么优雅，但对肝脏排毒大有好处。典型代表有大蒜、洋葱，它们含有丰富的含硫化合物，例如大蒜素可以促进体内生成谷胱甘肽。谷胱甘肽是什么？它可是人体内最强力的抗氧化剂和解毒剂之一，能帮助肝脏把各种毒素中和并排出。我们接触的塑料和有害化学物很多会造成氧化损伤，有了充足的谷胱甘肽，就像肝脏拿到了充沛的弹药，可以更有效地抵御和清除这些威胁。除了大蒜、洋葱，十字花科蔬菜也是排毒明星，比如西兰花、花椰菜、卷心菜、白菜、萝卜等。这些蔬菜富含硫元素和植物化学物质，如萝卜硫素，能启动肝脏酶去解毒我们体内的坏东西。多项研究显示，吃十字花科蔬菜有助于促进体内致癌物的排解，甚至降低某些癌症风险。想象一下，你吃一碗清炒西兰花，
不只是在摄取维生素纤维，还等于给肝脏派送了一队拆弹专家，去拆解塑料和毒化学品的炸弹。当然，现代人忙碌的生活中，光靠食补有时不够全面，这时营养补充剂可以上场助攻。很多营养素对解毒有帮助，但这里特别介绍几个跟抗氧化和肝脏保护密切相关的。NaCN 乙酰半胱氨酸，别被拗口的化学名吓到。NaC 其实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补充剂，它是胱氨酸的乙酰化形式，简单理解就是合成谷胱甘肽的原料。前面说了，谷胱甘肽多重要吧？服用 NaC 就相当于直接给身体提供制造谷胱甘肽的素材。医院里甚至把 NaC 当解毒药来用，例如有人服过量的止痛药，对乙酰氨基酚中毒时， NaC 是急救解毒剂，因为它能迅速提升肝脏谷胱甘肽水平，保护肝细胞度过危机。平时我们适量服用 NaC， 在医生或产品建议剂量内，可以提升体内抗氧化能力，减轻污染物对身体的伤害。很多人会在空污严重、感冒前后、喝酒前后服用 NaC， 因为它还有助化痰，保护呼吸道和肝脏。对于面临塑料威力挑战的我们， NaC 就像一支援军，帮助身体对抗塑料附带的自由基和毒素。奶蓟、水飞蓟 Milk Thistle， 这是一种紫色的小花草药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护肝史了。奶蓟的主要活性成分是水飞蓟素 Silymarin， 对肝细胞具有保护和再生作用。简单而言，奶蓟能帮肝脏修复损伤，提高肝脏酶的解毒效率。很多人在喝酒伤肝或熬夜后会泡点奶蓟茶，期望减轻肝脏负担。对于塑料微粒这种慢性污染，奶蓟同样能提供支援。它可以减少有毒物质对肝细胞的攻击，并促进新的健康肝细胞生长。把奶蓟看作肝脏的营养护工吧，日常保养中用一用，肝脏状态会更好。现在有不少奶蓟胶囊、片剂可以选择，但要注意购买信誉好的品牌，确保有效成分含量足够。草药虽好，也不要过量，按建议剂量来就好。TADCA 牛黄熊去氧胆酸，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拗口？ TADCA 其实是一种人体自身也有的胆汁酸，只是浓度很低。传统中医药里面，熊胆入药就是因为含有熊去氧胆酸，有清肝明目、通利胆汁的作用。TADCA 是熊去氧胆酸和牛磺酸结合形成的复合物，研究发现它对肝脏细胞有保护作用，特别是在胆汁淤积的情况下，能减少肝细胞凋亡。所以我们可以把 TADCA 理解为一种保肝排毒的高级补充剂，它可以促进胆汁分泌和流动，而胆汁正是肝脏排出各种代谢废物的重要途径。当肝脏把废物，包括某些塑料降解产物、毒素排入胆汁，再由胆汁排到肠道，最后随粪便出体外。如果胆汁流通不畅，毒素排泄就会受阻。TADCA 就像给下水道通了一下管，让肝胆排毒之路更顺畅。不少注重肝脏健康的人会在日常补充一点 TADCA 来护肝。另外有意思的是，一些对抗代谢综合征、改善肠道的研究里也发现了 TADCA 的潜力。不过由于 TADCA 偏冷门，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人士，并严格按照推荐量服用。孕期或哺乳期则不建议使用。除了上述几样，其实还有很多营养素对抗氧化排毒有帮助，比如姜黄素、绿茶儿茶素、维生素 C 和 E、硒元素等等。由于篇幅关系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大家记住一点，均衡饮食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多喝水，多摄取天然食材，肝脏肾脏才能拿到足够弹药去对抗外来毒素。千万别迷信什么偏方猛药单次排毒，而是要在日常饮食中润物细无声地给予身体支持。聊了这么多，归根结底，我们是在跟一个时代的隐形杀手搏斗。微塑料和永久化学品这些东西不会马上让你倒下，但会日积月累地侵蚀健康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并非束手无策，减少接触，强化自身就是最好的对抗策略。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，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，选择更环保安全的生活用品，同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充足睡眠，适当断食，营养均衡，为身体的解毒系统保驾护航。这不是1、2天见效的速成计划，而是一种长久的生活习惯。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，才能在未来换来我们大脑清明，身体健康，不被塑料和毒化学品拖垮。
想象一下，若干年后，你依然思维敏捷，记忆力在线，身体各项机能也运作良好，而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人，可能已经因为常年累积的塑料毒负担出现种种问题。那时你就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些改变。当然，更大的希望是我们整个社会和产业能共同努力，减产塑料污染，开发无害的替代品，让未来世代不必面对塑料满身的困境。但在那实现之前，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就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环境与健康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轻松的话作结：赶紧行动起来吧，给你的大脑来场塑料大扫除。从减少塑料用量到聪明排毒，每一步都在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塑胶微粒，远离那些阴魂不散的永久化学物质。别让你的脑子真的变成塑料做的，咱可还指望它干大事呢。今天开始，就和我一起调整生活方式，给身体一个干净的未来，预防微塑料和永久化学品的慢性伤害。你我做得到。记住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营养支持，就是我们对抗塑料入侵的最佳武器。现在就去喝一杯干净的水，抱头美美睡一觉，让身体的排毒战士们开始他们的秀操作吧。